美国国防月刊网站3月21日刊登题为《中国巩固稀土加工主导权》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土与稀土元素咨询公司总裁詹姆斯·肯尼迪。文章称，美国在国防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相对下降，折射出它在稀土能力方面的衰落。稀土是元素周期表上的17种元素，目前是大多数现代技术和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称，美国的稀土供应链在1980年首次遭到破坏。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相关规定的修改，无意间导致美国稀土工业的方方面面都向中国转移。在2012年上市的40多家稀土初创企业中，只有不到5家达到生产阶段。在这些企业中，只有2家产量可观。在这2家企业中，一家在破产后因中国的融资而复活，另一家则在较短的时期内失去了运营许可。与此同时，中国在很多这类已经失败或风雨飘摇的项目中获取了重大股权和债务头寸。此外，仅仅上报稀土矿或经过净化的氧化物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些材料在提炼为金属之前没有重大的技术或防务应用价值，只有中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中国国门之外的所有稀土矿场都会将其金矿或高价值氧化物运往中国，在那里加工成稀土金属、合金、磁铁和其他高价值材料。文章称，专注于稀土开采而不是整个稀土供应链，这种态度破坏了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因为所有国防和技术应用都始于稀土金属或其他经过氧化的材料，而非刚刚出土的矿石或氧化物。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问责局2016年2月发布的一份题为《稀土材料制定全面措施有助于国防部更好地管理供应链中的国家安全风险》的报告估计，美国可能需要15年时间重建国内稀土供应链。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如果中国选择禁运这些材料，那么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汽车、计算机、智能手机和飞机装配线都可能被关闭。文章表示，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决策者明白这些微妙之处。这些供应链可能被切断，依赖稀土的美国和北约武器系统也将如此。文章称，从1994年到1998年，美国政府出售了全部战略稀土储备。它们都不是国防工业能够直接利用的。国防后勤局的战略储备目前只包括少量稀土氧化物和低金属。政府问责局报告说，这些材料需要通过中国的供应链才能被利用。美国国防承包商和技术公司使用的所有稀土金属、合金和磁铁都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国首次申请国际稀土专利是在1983年，而仅仅14年后，中国的稀土相关专利总量就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截至2018年8月，中国积累的稀土专利申请量已经比美国多出2.3万余件。以下是其他一些发现：自2011年以来，中国每年稀土专利申请量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申请速度在加快，2011年到2018年增加了250%。文章称，白宫最近下令撰写的一份报告终于承认了这个问题。评估并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以及供应链弹性渲染称，中国对某些材料的供应构成了巨大且不断增加的风险，而这些材料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
右双引号。文章认为，对五角大楼和房屋承包商来说，过去几十年风调雨顺，预算越来越高，股价飞涨。中国的进步正在迅速改变全球力量平衡，它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中国利用这段时间为超越和取代西方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美元霸权的体现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宽松与紧缩完成对全世界的影响，左右或影响着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周期，通过美元的升值周期和贬值周期的循环，完成对全世界财富的收割。美元每次贬值周期就是大宽松周期，就是对全世界的大放水。廉价美元如洪水猛兽，吹大了世界各国泡沫。因为美元是世界结算货币，每个国家都需要储备美元。当泡沫足够大时，美元在适时加息，开始紧缩周期，资本纷纷流出非美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和经济体的被吹大的泡沫纷纷破灭，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资产价格一泻千里。当非美国家资产跌倒足够廉价时，这时美元将再次开启印钞机，开始宽松周期，通过宽松以大幅升值了的美元来大肆收购全世界优质资产，完成对其他国家财富的收割。美国就是这样通过美元霸权实力全世界的，也是以此种方式来打击对手和挑战者，如此循环往复。而美国的军事霸权也仅仅是为美元霸权保驾护航的，谁敢挑战美元霸权，美国的军事利剑就会指向哪里。短短2年时间，美国这个几十年的战略手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逆转。美国精心策划和实施了近10年的大棋局，在最为关键的阶段，因为特朗普的颠覆性执政政策而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引领世界的超级大宽松，吹大了各国泡沫，同时基本完成了对主要对手的遏制围堵布局，在某大国周边引爆了沉寂几十年的朝鲜半岛核危机，通过钓鱼岛给日本修宪松绑，挑起南海争端。经济方面针对 TPP 目标国的围剿和孤立也已经成型。所谓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其实目标指向只有一个，就是对美元霸权和美国老大地位构成威胁的中国。然后美联储在2015年末进行了首次加息，吹响了遏制中国在金融领域的集结号。在美联储已经进行了9次加息后，2015年1次，2016年1次，2017年3次，2018年4次，其节奏逐步加快，对非美经济体的施压越来越大。在一些国家泡沫已经处于破灭边缘之际，一些非美货币汇率持续贬值，汇率贬值压力越来越大之际，特朗普上台了。特朗普上天之后，不但2年间持续打压美元和华尔街的金融战略，加息周期、美元升值周期对着干，给了对手一个又一个天赐良机。如今，美联储在没有完成加息周期、没有完成既定的利率正常化的背景下，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下，货币政策发生了180度大转弯。3月1日，美联储年内第2次会议公布了 FOMC 利率决议，宣布不加息。本会议释放了比前次更强烈的鸽派信号，不但明确计划今年5月缩表减半，9月末停止缩表，而且多数联储官员预计今年全年不加息，明年加息1次，而3个月前的主流预期还是今年加息2次。这是少有的美元在加息周期没有走完、紧缩周期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美联储中途而废，放弃了紧缩政策，开始转鸽，开始宽松。美联储转向鸽派，
至此全球再次进入宽松时期。美联储停止加息缩表，意味着全球流动性开始出现方向性巨变，大趋势也将因此而出现重大变化。这和过去的趋势性的扰动有着巨大的区别，很多趋势性判断都将因此而做出调整。特朗普的政策和华尔街大棋局有着明显的背离，准确说是对着干。一切都归功于特朗普这个变量因素。出于对美联储加息的不满，特朗普曾在去年多次怒喷鲍威尔。如今，美联储已经暂停了加息步伐，但特朗普却表示，美联储政策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如果美联储早点停止加息，美国经济将会更为强劲。特朗普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罪责推给别人，把别人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们知道，美国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遏制中国、打击对手成了美国越来越明晰的国家战略。近10年来，美国为此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行动，遏制中国的大棋局布局已经完成，最终的金融战也箭在弦上。美国的意图就是通过全世界大放水、大宽松吹大对手泡沫，然后再通过大紧缩周期刺破对方泡沫，引发金融危机，最终通过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美元弹药来大肆收购叠成白菜价的对手国资产，完成遏制对手、收购对手资产、割对手韭菜的目的，也同时完成化解自己身债务泡沫的目的。其加息紧缩过程必然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要明白，这给对手造成的打击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它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危机。对手积累了几十年的泡沫，一旦被引爆将是灾难性的。为达此目的，美国甚至可以不惜自身遭受经济衰退和股市大跌，以引发对手的危机。而美联储的率先紧缩周期、利率正常化和缩表，都是为了在自身遭受危机时而储备的应对准备。当危机来临时，美联储利率已经正常化，就可以持续降息，进入宽松周期，拯救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完成对他国资产的大收购。而危机来临时，其他国家还处于宽松周期，没有任何应对危机的手段，那时只能任由危机肆虐，摧毁经济和金融，资产价格将一泻千里。这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棋局，而且已经步步紧逼了近10年了。特朗普上台后，废除 TTP， 令对手大松一口气。朝核问题本身已经剑拔弩张，朝核问题的计划是美国之前有步骤的行动，对谁利，谁弊一目了然，谁最紧张，谁最担心不言自明。在最关键的时候，也是特朗普一扫朝鲜半岛上的战争阴霾，化干戈为玉帛。为了他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真的拼了。就连这次越南朝美首脑会晤，在没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上，在朝鲜表示出强硬之后，在美国财政部曾宣布，以帮助朝鲜躲避国际和美国制裁为由，对涉及朝鲜贸易业务的2家中国船运公司实施制裁后，在朝鲜对等的回应宣布撤出位于开城非军事区的朝韩共同事务所后，特朗普居然先下软弹。当地时间3月22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宣布取消涉及朝鲜的新一轮经济制裁。说到美国经济，特朗普的减税效应已经减退。目前市场担忧的美国经济衰退，并不是特朗普所说的是美联储加息的原因，或者不全是。如此看来，特朗普是真的用心呵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局面。特朗普这1年多来做的最卖力的事情，除了修墙、
就是贸易战。美国经济趋向衰退最主要的原因，恰恰是特朗普造成的。之前笔者说过，特朗普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可以实质上起到了 TPP 对中国经济围剿的作用，甚至对中国的负面作用更大，而且是多方面的。可是呢，特朗普看到美股去年下半年下跌，将要影响到自己的选票和支持率，就开始大肆施压美联储，把美股下跌和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全部扣在美联储的头上，说我们经济的唯一问题就是美联储承受了巨大压力。要知道，美国绝大多数民众的财富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美股里，和美股息息相关。其实，美国经济不理想和美股下跌的真正原因，正是特朗普的贸易战造成，是市场对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美股的抛售，是美国对全球开打贸易战，严重反噬了美国经济。有人会说，不是说特朗普和中国开打贸易战符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吗？符合大棋局的节奏吗？是的，的确如此。可是特朗普的贸易战不是有针对性的，不是针对主要对手，而是和全世界开打，这能不影响美国经济吗？这能不促使市场的抛售吗？特朗普恰恰相反，不是和主要对手开打贸易战，打击和遏制对手，而是和美国的所有的盟友铁杆开打贸易战，而且态度更强硬，一个都不放过，六亲不认。反而在最关键的时刻，主动向中国打来电话求和免战，积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避免全面贸易战。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何等的幸事，不得不说，我们要感谢特朗普。二，美联储转鸽意味着正在宽松道路上狂奔的全球各经济体将更加肆无忌惮的宽松。那些少数开始紧缩加息的国家也将随着美联储而停止加息。全球阶段性的宽松必将大大影响到大棋局的趋势和节奏，所有的趋势性节奏都需要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过去认为2019年底至2020年上半年正负半年可能是变数最大焦点时期。现在美联储停止了紧缩，甚至会降息，这等于是给各经济体泡沫输血，等于是进一步延缓泡沫的破灭，后推焦点时刻的到来。对此，我们也将对大棋局的节奏做出适当的调整，焦点时期很可能因特朗普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争取连任，很可能因美联储突然转鸽停止紧缩而延后。至于具体后延时间，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判断，就是美联储是终止紧缩周期，还是暂停紧缩周期，而这就要看特朗普是否能够连任，以及连任后的政策趋向是否发生转变。三，笔者认为，积累了几十年的泡沫终将会破灭，无论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是美国的债务泡沫。大国博弈的焦点是谁能够在破灭的过程中有所准备，储备了更多的应对准备，能够在危机中损失最小，能够更快从危机中走出来，能够化为危机。比如美联储已经接近于利率正常化，而很多国家却还在宽松中，处于实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一旦发生债务危机，一旦发生全球性大萧条，这些在过去10年大宽松还没有走出来的国家，根本没有多少应对措施，危机造成的伤害就会是实质性的。美联储虽然不堪特朗普的施压和扣帽子，承受不起美国暴跌和美国经济萧条的罪名，停止了紧缩周期，但我们要充分考量这种停止是暂时的还是方向性的停止。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已经越来越近，如果美联储是暂停紧缩，那么在不久将来其再次重启紧缩之时，将会对市场、
对非美国家的杀伤力更大，对泡沫的冲击力更大，对他国造成的危机更深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在美国大选前概率并不大。特朗普之所以不断施压美联储停止加息，其目的就是为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美国经济萧条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一旦美联储开启降息的周期，就意味着经济萧条已经到来。美国3月 PMI 数据继续下滑，制造业及服务业 PMI 数据双不及预期，制造业 PMI 跌至21个月低点。就在昨天3月23日这个历史性时刻，3月期美债收益率升破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这或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在过去的50年间，一共发生过6次3月期美债收益率超越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情况，经济平均在利率释放倒挂信号后的31天后均陷入衰退。美联储现在停止紧缩，在这个层面上，何尝不是在提前做预防呢？今后甚至降息也不能够完全被排除的。据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集团 Fed Watch 美国利率期货的最新暗示，交易员们预计美联储2020年前期降息概率大约为 56%， 创1月份前期以来新高。3月21日纽约尾盘为 46%。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美联储重启加息周期，更多可能是美国大选之后了，目前看这种概率并不大。笔者认为，美联储加息的停止，意味着全球更加的宽松，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利好资本市场。对于 A 股来说，我们去年做出的判断是2019年至少上半年是相对安全的，可以顺势而为，适度参与。美联储的转鸽和焦点时期的延后，将会使得 A 股这波以科创板和科创板块为主角的上涨行情持续得更久。笔者在文章和赞赏短信中提醒，本轮行情将不会一蹴而就，不会像2015年那样快速持续上涨一步到位，而是涨盘，或者涨多跌少，有节奏的上涨。目前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现在美联储停止加息缩表，更加宽松的环境也许会促使这波行情走得更远，持续得更久。在美国大选前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有个客观的认识，随时关注内外基本面的变化，尤其是美国经济、美股走势、美联储货币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中美贸易是否会出现变故等等黑天鹅，随时做出调整。同时，我们也要在下半年至明年这段时间内，注意科创板带来的融资压力是否会越来越大，尤其是要注意的是，科创板10点注册制成功，会对主板基差股、垃圾股带来的退市预期压力，进而给大盘带来的压力。实事求是，顺势而为，感受趋势之美，把握趋势变化带来的机会。此前我们曾分析过，美债的最大债主其实不是中国、日本等海外买家，而是美联储。在美国高达22万亿美元的债务中，美联储目前还持有的美债规模高达4万亿美元。这还是在近1年多时间里已经减持了近5000亿美元。而从去年开始的各国买家抛售美债的行动中，美联储无疑才是抛得最狠的。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正式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与此同时，2019财年的前4个月时间里，美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31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美国财政部必然会发行更多的美债来填补上这些财政空缺。可能有的朋友也发现了，那就是如今美国的债务上限已经到了，这意味着如果不提高上限的话，当前的美国财政部是无法发行新的国债的。但是这可难不倒美国。据统计显示，自有记录的194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总共上调了104次，相当于平均每9个月就要上调一次。在财政赤字的负担下，不断无限制的上调债务上限已经成为美国财政来钱的惯用手段。而在最近特朗普提交的2019年总统经济报告中，特朗普再次立下豪言，特朗普政府预计2019至2023年美国实际 GDP 的增速能维持在 3% 以上，直至2029年仍能达到 2.8%。一旦美国的经济增速无法达到特朗普预计的 3%，有限的税收和不断扩大的开支将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赤字。那么最终这些钱从哪来？只能靠发行新债从各国手里换钱。明眼人都知道，长久下去，美国的这种靠借债支撑的做法根本无法长久。目前美国唯一有能力做的就是尽力的推迟债务违约那一天的到来，根本就没有能够治标的办法。那既然这样，理论上各国买家不再购买美债不就可以了吗？但是谈何容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用双引号。是的，美国能够不断的靠借债维持运转，靠的就是美元的地位。毫不客气地说，只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到，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就难以撼动。而以美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也就不用担心没人接盘，因为一旦市场出现大规模抛售，美国绝对会动用美元的地位进行干预，最终损失的还是各国买家。但近年来，随着去美元化进程的加速，美元的国际地位已经不断的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抛售美债也再一次成为各国去美元的一种选择。而据近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份，海外买家已经连续3个月抛售美债了。这场情况非常的罕见。在整个2018年，全球有20多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抛售。如今，美国已经欠下了2万亿美元的债务，还是还不起了，只能靠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拖延债务违约。尽管目前各国还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清仓美债的情况，但随着去美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如今已经开始对美债说不。在清仓美债的路上，最难的一步已经正式踏出。美国欠中国等国的债总是要还的，这一天不会很远了。